这是我今年去过的最离谱景点，它甚至有点子搞笑。财神殿、古墓群、卡拉 OK、健身娱乐。我说实话，这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想到的组合，你知道吗？《西游记》各位看过吧？唐僧师徒中，除了唐僧是洛阳人，其他几位出身都很有争议啊。比如说猪八戒所在的高老庄，全国就有好几个。我们在环行中国的途中，还真就遇上了一个，他在新疆的阿克苏。在大院里，甚至仿照马德华老师的形象做了一个雕塑，猪八戒啊，但是这个脸一看就是老《西游记》的这个马德华老师的脸，虽然粗糙但很像。对。在抵达阿克苏市区之前，我们将要路过库车。如果搜索库车的景点，你一定会搜到库车王府。你在其他地方的王府只能看到府，而这里不同，这里有一位真正的王妃，她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王妃。从乾隆年间开始，库车王世袭罔替12代，最后一代王爷达乌提买克苏提面对的是即将全面解放的新中国。他深明大义，坚定维护祖国统一。1994年，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去世，他就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位健在的世袭王爷。2014年，王爷去世，王妃依然健在，你可以在王府见到他，与他合影留念，但是需要看运气。不知道王妃在哪，我们得一个一个院去找。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说，哎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等你们，没有。请问一下，王妃不是一直在这边是吗？晚上他要回自己家，就是白天在这里面就是算是上班的地方。哦，他平时不住在这边？不住，就是他有自己的家嘛，就是普通一样生活的。哦，就这个王府的一种特殊待遇，因为这个毕竟是中国最后一王妃嘛。那他周末也上班吗？对，他就是每个星期都要休息，但是星期二到星期六就要上班的地方。哦，就周一休息，不单休。哦。终于我们等到了王妃，她本人和蔼可亲，端庄大方。我们与她合了影，回头拿出照片端详，感觉画面里的自己像是去拜访了老领导。从宏观上说，它更像是库车乃至整个新疆的文化符号，但从个体出发，它就是我们街头寻常可见的大姨，过着自己的生活。在库车还有另一个符号，那就是馕。这边的馕是这样的。这个多少钱呀？5块钱一个，5块钱一个哦。哇哦！哇！脆的吗？你这样特别脆。如果你能在街边找一个烤全羊店，再配上刚出炉的大馕，那就是至尊享受了。哇！下辈子我想当库车的王。离开库车之后，我们来到了阿克苏。阿克苏有很多特棒的景点和特产，比如温宿大峡谷，比如全国闻名的阿克苏苹果。但是最吸引我们的是这里有一座高老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高老庄了，就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不对劲儿。从大门口一进来，首先一组剧照，就是这个剧照可能截的时候都没有截得很清楚，就是可能都多少沾点虚影。过来，过来，看看你，过来，来啦。这里门票1人20元，还没进门就能看到一些非常详细的规矩。禁止携带瓜和宠物。为什么要把瓜单独列出来？而进了门，你就能感受到景区的良苦用心。虽然是个西游主题乐园，但它是真的想教你点东西。从各处布置的雕塑就能看出来，这个半截入土的是后羿射日，这是阿凡提辞官；男厕所门口的是盘古开天，这个跪着的是秦桧儿。主打一个贯通古今，打破次元壁。不是，这个雕塑又是什么呀？各位，这像猿人打龟。答案揭晓，它是仓颉造字。我寻思高老庄总得跟西游沾点边吧，一上楼梯迎面就是大师兄，只不过我一上来我真的惊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大可不必整这种效果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景区在给你打一个谎，就是说前面所有的雕塑、所有的设施全是坏的，但是走到这儿，它居然有一个自己感应的猴头。或许是为了防止游客看到如此逼真的猴头入戏太深，景区还贴心地附上了免责声明。
随着你越来越深入景区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西游的平行宇宙，类似某种梦盒，你感觉既熟悉又陌生。一个唐玄奘取经路上介绍，有2个黑点非常的引人注目，应该是他们打出来之后发现错了，想要涂改，但是他根本没有遮住啊！他怎么能生活在17世纪大唐盛世呢？他为什么会在公元前600年去取经啊？这个比例好像有点不对啊，他好像就是那个手被捆住的感觉。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一种莫名的诡异，我只能说是悟空怎么感觉长得像大婶儿啊？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你告诉我为什么西游主题乐园会放这种歌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西游主题乐园会放邓丽君的甜蜜蜜？财神殿、古墓群、卡拉 OK、健身娱乐。我说实话，这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想到的组合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修行犬又是什么呀？真有狗啊？是吧？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他一定有什么说道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像狼一样？有点像狼。他不会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从狼修行成狗的意思吧？不是，这个修行犬专门跑到外面对着我们尿了一泼尿。顺带一提啊，我们在看修行狗的时候，这个 BGM 又变成了女人花。我感觉这个高老庄恨不得把《西游记》41集的内容全部囊括进来，这里居然还有南天门，而且如果你仔细考究细节，它确实是经得起推敲的。为什么有2个天兵天将抬着另外一个天兵天将啊？哦，他是不是把猪八戒从那上面扔下来？你记得吗？他不调戏嫦娥吗？哦，他被扔下界变猪妖了吗？哦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还原场景是吧？应该是啊。当然，黑风洞的解释权也是归景区所有。洞内经过了千年的冲刷，以及孙悟空捉拿猪八戒时把黑风洞打坏了很多，所以现如今很小了，只能容纳2到3个人进行参观。它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真事儿，就是那种哎，这个东西啊，现在容纳2到3个人进去参观，造成这样后果，全怪孙悟空啊！这个东西跟我们景区没关系，都怪孙悟空。在这之前，我们一直小看了这个景区。如果继续深入，就会发现它不仅很用心的在设置情节，最重要的是结局令人完全意想不到。前面是小雷音寺和阴曹地府。我在想，小雷音寺那集其实挺恐怖的，就是尤其是当他们被抓进去，然后那些佛像幻化成为妖魔鬼怪之后，但是。因为你伴着是一个《我的中国心》这样的 BGM， 好像就也没有那么可怕了。我们上到这个大雄宝殿了，这里也还有人供香。这里出了一个 bug， 就是如果是按照《西游记》的叙事，或者说是高老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，小雷音寺应该是99811难之一。对，应该是个假的。应该是假的，但是在这里呢。他又确确实实布置了这个大雄宝殿，然后里面也确实供奉着佛像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有点割裂，就你觉得怎么着也不是。比如说我现在带着一颗虔诚的心，我想敬佛，但是我一看这是小雷音寺，我敬的是什么佛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按照我们以前的叙事，有可能是对吧？对，也有可能是个陷阱。对，但是这边确实也设置了功德箱，设置了香案，然后让我感觉到最诧异的是什么呢？就大雄宝殿的旁边是阴曹地府。就是有点细思极恐了，我说实话。哎，我真的不想进啊，这些地方。我们以为这些看起来比较粗糙的鬼屋人偶就是这个景区的高潮，直到我们走到了终点。不是，哥们儿，这真是古墓群啊！我真的以为这是一个景点，但是它真的是古墓。看，各位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在新疆看到典型的那种麻扎，而且你站上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从这边开始，整个那一大片全部都是古墓，整个这个台地上全部都是古墓。如果从卫星图来看，这个高老庄就是建在这么一大片墓地下面的。这片墓地就是姑墨国古墓，而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，玄奘确实来过这里。在双头牛魔王雕像的身后，夕阳大如盖，我竟然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而在这个景区的出口，背景音乐再次响起。穿过
离开了阿克苏，我们继续向西南出发，下一站我们将抵达中国的最西端。之前看过了乌苏里江的日出，这一次我们将迎来帕米尔高原的日落。环形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，现在关注一波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